我花光仅剩的积蓄娶了一个小媳妇，怎料新娘却被调包了。说好的大雷御姐，给我的却是小不点萝莉。我看着眼前的小豆丁，不由得有些恼火。御姐变萝莉，这特喵不是骗婚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听到我的问话，小姑娘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。我是白月柔，是夫君的新娘。她的嗓音柔柔糯糯，似乎是有些羞涩的缘故，声音也很小很小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感觉事情并不简单。思考片刻，我对眼下的情况想通了一些。眼前这个小妮子的母亲是那白家的小妾，他们两人一直相依为命。如今母亲死了，她的依靠也没了，现在还被白家用来顶包。我皱眉望着眼前这个怯生生的小姑娘，见状，白月柔低头看看自己瘦弱的小身板，然后又看看皱着眉头的我，感觉到自己被嫌弃。她犹豫半天，才鼓起勇气小声唤道：“夫君，我虽然看起来瘦了点，但是我很会干活的，而且姐姐也说你是个好人，不会嫌弃我的。”说罢，她的两只小手握得更紧了些，一双眼眸有些紧张地偷瞄着我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差点气笑了。没想到来到大明竟然也能领到好人卡，但御姐变成还没开始发育的小萝莉，我还是觉得莫名有些窝火，语气也不由得加重了几分。你若是不想嫁，直接退婚便是，何必要玩替嫁这一套？面对我明显带着些怒意的质问，白月柔吓得抽抽鼻涕，可怜兮兮地抖了一下小身子。她扁着嘴，感觉心里有些委屈。前些日子姐姐找到自己，说要自己代替她嫁过去，还说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就把自己赶出家门去当乞丐。她不清楚自己想不想嫁人，她只知道只要出嫁就不用当乞丐讨饭吃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你们家这属于是骗婚，如果我去告官的话，你们不仅要把聘礼钱给我退回来，而且你们全家还要被抓到衙役里去挨板子。听到挨板子几个字，白月柔脸上明显流露出几分害怕的情绪，她眼眶里也瞬间蓄满了泪水，抽抽噎噎道：“姐姐说，要是我不嫁给你，她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，让我出去当乞丐讨饭。夫君，你可不可以不告官，也不要把我赶回去？我们成亲，我是你的新娘，你不要我的话，聘礼钱我可以干活还给你的。”看到她满脸泪水的样子，我不由叹了口气。我现在明白事出有因，这个小女孩也属于是受害者，因此不能再对着她发火。但问题是，小姑娘现在成了我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又实在是下不去手，这可咋办？沉思间，突然一碗面被递到了我的眼前，我抬起头就迎上白月柔那副小心翼翼的表情。小姑娘刚刚哭过，双肩本能的一颤一颤的，以至于面汤都有些摇晃。夫君，吃面吧。说着，她还偷偷咽了一下口水。我见状叹了口气：“你吃吧，等吃完咱们一起去趟你家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。”我的本意是想上门要个说法，却不料这话刚出，白月柔的眼眶里便再一次蓄满了泪珠。我能干活，我吃的也不多，很好养活的，能不能不要把我赶回去？她的声音带着哀求的意味，其中还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。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能无奈道：“别哭，我没说要把你赶回去，只是想去你家里把这事问个清楚。”可我嫁给了你，这里才是我的家。听到白月柔这话，我又觉得头疼了起来。在这个时代，女子首崇名节，因此不管我是把她赶回去也好，还是带着她去娘家当面质问也罢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会对她的名节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认下这个小姑娘给自己当媳妇了吗？可她一副萝莉少女的样子，就算我自己什么也不做，也总感觉负罪感满满的。似乎察觉我有所松动，白月柔又弱弱地喊了我一声：“夫君，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聘礼钱，我能做工还给你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又好气又好笑。你知道我给你们家聘礼是多少吗？足足有10两银子，你怎么还？白月柔的小嘴微微张开，本想说些什么，却又闭了起来。原本她以为自己可以做工挣钱来还债，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聘礼竟然是足足10两银子。这么多的银子，就算她把自己卖出去也拿不出来吧。想到这，白月柔的眼泪又吧嗒吧嗒的落下。她紧咬着下唇，本能的想要抑制住抽泣，可一想到要被衙役抓去打板子，还要被赶出去当乞丐，她就觉得心里面止不住的伤心和害怕。我被这小姑娘给弄得彻底没了脾气，本想安慰她几句，没想到我一站起来，白月柔哭得更加厉害了。我只能长叹一声说道：“行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报官，你也能留下来，可以了吧？”白月柔听到这话呆住了，自己真的可以留下来吗？她大睁着眼睛，有些不敢置信，秀美的小脸上还挂着泪痕，手里依旧捧着那碗面。见到她这副样子，我扶了扶额头，再次给她肯定的答复。随即，我的眼光又看向她手里的那碗面。今天大婚摆桌，却没吃什么东西，现在肚子确实有些饿。我伸手接过碗，想了一下，又板着脸教育道：“留下来可以，但是你们的做法是不对的。好了，把眼泪擦擦，然后去把桌上的那碗面吃掉。”白月柔看着桌上那碗面，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却摇头拒绝：“我不饿，夫君吃。”“不饿？你刚才咽什么口水？快去吃。”“可以留着等夫君明天早上吃。”“现在是夏天，放到明天早上还能吃吗？到时候坏了就只能倒了，那不就浪费了吗？”说完我就夹了几个面放入口中，味道还行，但对于我这个来自后世的人而言，只能说勉强入口。另一边的白月柔依旧没有动弹，她只是伸手擦擦眼泪，转过身子看着我大口吃面的样子，她又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她在家里很久很久才能吃上一次白面，至于肉更是只有过年才能尝到。眼见我手里的那碗面马上见底，她犹豫半晌才鼓起勇气，脸颊微红的小声问道：“等夫君吃完，可以把汤给我喝吗？”“这是
是我吃剩下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拿去喝吧。白月柔小心翼翼地接过碗，那双哭得有些红肿的眸子亮了一瞬，随后她一点一点地喝着碗里的汤，直到一滴不剩，这才意犹未尽地舔舔嘴唇。她将空碗放回桌上，又看看我，小声说道：“谢谢夫君，我饱了。”我看了看空碗，又看了看白月柔，这小媳妇确实挺好养活，喝点汤就能饱。然而下一秒，一阵咕噜噜的动静响起，好像是肚子在做抗议。白月柔脸上闪过几分慌乱，见到这一幕，我突然笑了起来。听到我的笑声，白月柔更是窘迫的连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，那双稍显粗糙的小手紧紧捏着嫁衣的衣角，她低着头，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眼见她这副模样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软了下来。这小姑娘还挺可爱的，我随即开口道：“你快去把那碗面吃了吧。”然而白月柔还是拒绝，一口一个我很好养活的，继续努力树立自己的人设，生怕吃多了我会嫌弃她，从而把她赶出去。我索性走到桌前，端起那碗鸡汤面，佯装要倒掉。一旁的白月柔连忙出声制止，甚至情急之下，声音都提高了好几个分贝。那你吃不吃？吃。那就赶紧的。在我的催促下，白月柔终于端起碗开始吃面，她的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娘，柔儿吃上鸡汤面了，而且夫君也是个很好的人，心肠好，人长得也很好看。一碗面瞬间被吃得干干净净。吃饱了没？听到声音，白月柔看着她，不禁小脸一红，声若蚊蝇的嗯了一声，随即端着2个碗跑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：“夫君，我去洗碗。”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我自己后，我长舒口气，开始盘算之后的计划。记忆里我是个秀才，虽说脑袋里有原主的记忆，但是八股文那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为人，我得另寻一条出路。家里还有些家私，卖了地大概能凑出50两纹银，我打算用这些银子来当本钱，然后做生意。凭着我从后世看来的各种商业手段，不发财都天理难容。我这边正琢磨着，就看到白月柔推开门走进来，看到小姑娘把手塞进怀里，似乎是打算脱衣服。我刚想阻止，就看到白月柔在怀里摸索一阵，然后掏出了一个花布做的小荷包。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把荷包打开，大着胆子和我对视。夫君，这是我这些年攒的我的嫁妆，夫君拿着。白月柔刚哭过的大眼睛有些红肿，手里粗糙的小荷包微鼓着，被珍重地捧在那双同样略显粗糙的小手中。荷包中的铜板数量不多，大概也就10几枚的样子。这嫁妆这么寒酸，再联想到小姑娘粗糙的小手，我能想到这丫头在白富贵家的日子并不好过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这小妮子是真的很想把这份在她看来很贵重的嫁妆交给我。对于这丫头来说，她嫁给了我，所以她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长舒口气，迎着小姑娘期待的眼神，伸手接过荷包，柔声道：“好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”见到我接过，白月柔露出欣喜的笑容，两家又一次绽放出甜甜的小梨窝，看得我忍不住想摸摸她的小脑袋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或许我收下小姑娘的嫁妆，不仅仅是收下这10几20个铜板那么简单，还代表着我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个小媳妇。一念及此，我想了想，随即开口说道：“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，我家并不像你们家那样富裕，而且我是个书生，这些年就只是关在房间里埋头读书。说实话，种地、锄土、播种、施肥这些农活我一样也不会，所以你跟着我可能要吃苦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白月柔的表情顿时认真了起来，她张着小嘴，很严肃地说道：“我不怕吃苦，夫君，我会努力干活的，家里的所有活我来干，夫君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。”不用你一个人干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。面对她的提议，我直接摇头否决。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儿，瘦瘦小小的，把所有的活都压在她身上，这搁谁都于心不忍。至于干活这件事，也实属是无奈之举。作为一个骤然穿越到明代的穿越者，我根本就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，只能先按着轨迹往下走，然后再慢慢思考接下来的出路。这怎么可以？夫君是读书人，别总是读书人怎么样的。有句话叫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读书人最没用。才不是，读书人都很厉害的。夫君也很厉害。面对小姑娘的吹捧，我无言以对。在这个万般皆下品、会有读书高的时代，读书人确实挺厉害。为什么厉害？因为读书人可以考取功名，当官老爷。我倒是也想当官，但对于科举实在是提不起信心，所以只能当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。行，读书人都很厉害，你会干活也很厉害，我们都很厉害。我也没再和他争辩这个问题，而是伸手摸摸他的小脑袋，不经意间用上了逗小孩的语气。夫君，我不厉害。面对我的举动，白月柔脸颊上的晕红更甚，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利索。见状，我又笑了起来。我看看窗外，此时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悄然逝去，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。这会是夏季天黑的会晚一些，现在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。当然，明朝没有表，这个时间是我估算出来的。而在古代，天一黑就代表着要睡觉。别说古代人，就是现在很多偏远山区的老一辈，依然保留着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。你困不困？困的话，你先上床睡觉。说着，我起身找到火折子，把房里的红烛挨个点亮，火光开始摇曳。而我身后的白月柔听到这一句话后，又看到这一根根点亮的红烛，晕红的小脸上顿显局促，一时间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夫君的意思是要和自己洞房了吗？想到这，他只觉得自己的心里砰砰跳得厉害。他有些不安地看看喜床上铺着的大红喜，背还有红色的帷帐，又回头看看我，见我正蹲在柜子前翻找着什么。夫君应该是在翻找白帕子，他心里如此想着，又悄悄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白帕子，这是出嫁的时候家里做工的张婶悄悄塞给他的。婶子还说洞房的时候要把这方帕子垫在身子底下。小姑娘脸红心跳，脑袋里胡思乱想着，最后犹豫一下，
下，伸手把自己身上的大红嫁衣给脱了下来。红色的嫁衣一除，身上就只剩下里衣亵裤。面对这最后一道屏障，他几次伸手，但终究是没有勇气再脱下去。他索性一溜烟地钻进了被窝里，决定把这最后的衣服交给夫君来脱。我正在柜子里翻找着，打算找到一床被褥，然后去别的屋里睡，却听见身后悉悉嗦嗦的响动。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随后就瞧见小姑娘全身都裹在了被子里，只留下一双大眼睛在看着我。只是那双眸子怎么看怎么有些羞赧，和我的眼神刚一接触，白月柔眸子里的波光便倏地颤动一下，赶紧伸手把被子往上扯扯，将自己整个人都闷在里面。白月柔犹豫半天，才鼓起勇气，声音有些颤抖地开口道：“夫君，我这里有帕子。”帕子？什么帕子？就是白帕子。我皱眉想了一阵，依旧没想明白这个白帕子是个什么东西，索性含糊不清地哦了一声。听到这声轻哦，白月柔顿时觉得我要上来和她洞房了，一时间心跳骤然加快。被窝里黑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还有点捂得慌。她能明显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，很热的感觉。沉默片刻，她又想起什么，轻咬着嘴唇，小声说道：“夫君，可以把蜡烛吹灭吗？”亮着烛火，她总觉得很害羞。你不怕黑吗？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总会把这个小媳妇当成小孩子看待，因此并没有吹灭蜡烛的打算，担心她夜里怕黑。我不怕，夫君怕吗？我当然也不怕。我把翻找出来的被褥抱在怀里，又站起身，将蜡烛挨个吹灭。想了想，还是留下了一根。借着微弱的火光，我看着床上微微鼓起来的一小团被褥。没什么事的话，你早点睡。说着，我便往门外走去。听到这话，白月柔觉得有些不对，掀开被子，紧接着就看到我打开房门要走出去。见到这一幕，她下意识出声喊道：“夫君，你要做什么去？不洞房了吗？”话刚一出口，她就觉得后悔，又赶紧把自己裹进被窝里，脸颊的晕红也迅速蔓延至耳根。她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应该，居然说出这种要和夫君洞房的话。现在夫君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不要脸的妻子？我看着白月柔嗖的一下把脑袋钻进被窝里，明白她是因为害羞，只是她这副害羞的样子总让我觉得想笑。小丫头毛都还没长齐，竟然还想着要洞房。洞房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总之我去别的屋睡。就这样，你早点睡。晚安。说罢，我就抱着被褥推门走了出去。根据记忆里的路线，我踱着步来到曾经自己的卧房。我在床板上胡乱扫了几下，把被褥往上一铺，然后便躺了上去。身为一个现代人，这个时间点我根本就睡不着。但古代的农村晚上也没什么娱乐活动，硬要说的话，也就是造小孩。我本来也有幸能玩上这一娱乐活动，但谁能想到，说好的御姐媳妇变成了小豆芽菜。说有15岁，但长得也太嫩了些，看着也就13、14岁的样子，而且身子也太过娇弱，根本就不忍心下手。想换又没法换，怎么办？只能种在土里先养一养，等过2年小豆芽长到大豆芽再说。我脑袋里胡思乱想，想着，又开始琢磨起以后的出路。现在我就想着经商，毕竟有钱就是大爷。只是这一铁律在明朝好像不太行得通。众所周知，大明朝等级森严，户籍制度大体上可分为军民降灶。大明朝就没有商籍这一说，而所谓的商籍也仅限于盐商。就这还是明朝中后期才开放的。至于其他的商人，只能蹭别人的户籍。所以在明朝，商人的地位简直低到令人发指。是个人都知道钱是个好东西，但在明朝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却被压制在整个社会框架的最下层。发展到现在弘治年间，商人的地位提升了很多，可以参加科举，可以大摇大摆的用钱砸人。只不过明朝的户籍制度依然深入人心，也一直没有崩盘。在百姓眼中，商人有钱归有钱，但你的社会地位不入流，这也是大概属于贫苦百姓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如果我跑去经商，肯定会被族人村民视为堕落的开端，然后被族长领着一众亲戚进行毒打，打到自己放弃经商的念头为止。不过我还是打算去经商，毕竟别的人穿越不是登基称帝，就是猎土封侯，再不济也是出相入相。我这一穿越，当个农民苦哈哈的种地算是怎么回事？这也忒丢人了点儿。就是不知道我跑去经商能不能扛得住族人的毒打，而且身上满打满算只有不到10两银子，也不知道能做什么。这才穿越第1天而已，慢慢来，不急。我嘴上如此安慰着自己，眼睛一闭，开始强迫自己入睡，打算明天去城里转上一转，寻找一下商机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也不清楚自己睡了多久。鸡鸣声后，又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脚步声很轻微，还有一阵呼吸软软的扑在我的脸上。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就看到白月柔正凑在床前看着我。见到我突然睁开眼睛，小萝莉明显被吓了一跳，赶紧脸颊微红的解释道：“夫君，这里有洗脸水，我是来伺候你洗脸的。”我在洗脸水中看到了我这张脸的倒影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还是依稀可以看清楚。眉清目秀，风度翩翩。前世我若有此等相貌，应聘个月薪10万的男公关都绰绰有余，何至于找不到对象？洗漱过后，我们来到灶房相对而坐。我吃饭很快，可坐在对面的小不点儿一直没有夹菜的举动，只是一个劲地喝着碗里的米汤。我直接夹了一个鸡腿放到他碗里。别总跟我说好养活不养活的事情，你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赶紧给我多吃，好好给我长起来。锅里的粥还有剩下的这些菜都是你的，你记得把这些全部吃完，不准剩。我要出去一趟。夫君要去哪？京城。大明京师顺天府沿中轴线一分为2，以鼓楼为界，东面属大兴县管辖，西面则归宛平管辖，甚至大兴县的县衙都在京城里面，这叫城内郭，位置就在后世首都 DC 区的大兴胡同。我觉得自己有幸穿越一回大明朝的京师，说什么也要去参观一下，主要目的还是去看看有什么商机。闻言，小姑娘也没有问我要去京城干什么，而是直接放下碗筷。夫君，你且等我一下。说罢，她便起身往门外跑去。过了片刻，小姑娘又跑了回来，怀里多了一把油纸伞、一个布包，外加一个水囊。夫君，这些
东西你拿上，昨天辉夜还剩了些蒸馍，我都装进了布包里，夫君拿着在路上吃。我没有推脱，嘱咐他在家里乖乖等着我回来。白月柔甜甜的应了一声，把我一路送到了院门口。我往前走了一段，转过头来，依然能看到自家门口那个小小的身影。小姑娘倚着门框正目送着我，这算什么？父亲千里其担忧，小丫头长得虽说有些稚嫩，但倒是很有妻子的做派。我心里莫名翻腾起一股暖意，朝着她挥了挥手。那小小的身影也抬起了纤细的手臂，冲着我挥了挥。我继续朝前走，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。我循声看去，一名大约7、8岁的小萝莉正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那怯生生的小表情，简直和我家的小媳妇如出一辙。可惜这只小萝莉肤色黝黑，脸上的鼻涕也多了一些。因为有着前身的记忆，我自然能认得这小女孩是谁。村里人都叫她二丫。小萝莉也正看着我，确切来说是盯着我手里的馒头，费力地咽了咽口水。我低头看看手里的馒头，随后笑容可掬地朝二丫招招手：“二丫，过来。”说什么？别问，问就是有好事。闻言，二丫牵着牛，迟疑着一步步挪了过来。我笑容和善地掏出2个泛黄的馒头递过去：“给，拿去吃吧。”给我。二丫张大眼睛，有些不敢置信的样子。我点头，二丫又左右看看，发现附近没人，这才伸手接过馒头，怯怯地道：“谢谢林哥。”瞧着二丫盯着手里的2馒头，一脸幸福到不敢相信的样子，我心中有些感慨。我摸摸小女孩的脑袋，转身离去。上午时分，坐着牛车的我，终于看到了京师顺天府那巍峨高耸的城墙。青灰色的城砖带着古老沧桑的气息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反射着淡淡的幽光，向世人彰显着其身为大明国都的雄浑气魄。穿越的第2天，我已经拥有了梦想，那就是赚银子，在京城买套大宅子，成为京城人士。我心里想着，目光往下移，跟随着人群涌入了这片繁华之中。入目所及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新奇。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古代首都大街，两旁的店铺，来往的人群，耳畔的嘈杂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，绝非那些古装戏的场景可以比拟。行走在闹市之中，我打算先买些布匹，拿回去给家里的小媳妇做几身衣裳。早上我就留意到小媳妇已经把嫁衣换了下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粗布衣裳，打着不少的补丁，而且已经将洗得发白。然后还得买些点心糖块。丫头年纪小，正是嘴馋的时候。这个时代的食物又不甚丰富，点心糖块应该很合她的胃口。我一路走来，观察着明朝的商业模式，我起码寻找到了10几种商机，有的需要大量的银子，有的需要大量的时间，而唯一不需要多少时间，也不需要多少银子的，我只想到了一种。明代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而活字印刷的诞生，让出版业也达到了巅峰。可以说，在明朝大大小小的书局数不胜数，书架上书的类型还挺多，志怪类的、游记类的、爱情类的，甚至还有不少带着颜色的刘备文。我拿起其中一本翻了2下，带着颜色的刘备文。忍不住咂舌。好家伙，这明朝人玩的挺花呀，还带插图。龟龟，还有这种姿势。怀揣着批判的心情，我将这本刘备文上的插图都看了一遍。往我以前还觉得小八嘎国的老师们会得多，跟我华夏的老祖宗们一比，顿时黯然失色。我把书局里各类的书籍都大略翻了翻，心里得出结论：明朝真是一个小说行业空前繁荣的年代，什么题材都有，而且尺度很大。这帮文人胆子也是真的大，啥尼玛都敢写。不过这倒是一件好事，我之前想到的商机里就有跟书有关的。我当一波文抄工，尺度大点，用写出来的书卖钱，严格来说不算是商人。从书局出来，我买了各种花色的布匹，又买了点心糖块，还给小媳妇买了一杆新牙刷。她带过来的那杆牙刷毛都快掉光了，瞅着不像是牙刷，倒像是烟枪。等我提着装有各种物品的包裹到达村口时，天色刚到日暮。待走到家门口时，一道小小的身影正蹲在我家的院门前，看见我回来，二丫把手里的麦秸秆一丢，赶紧跑过来道：“林哥，你家的心腹被族长他们捉去祠堂了。”听到被捉去祠堂这几个字，我哪里不晓得是出了什么事？定然是村里知道了我新媳妇被调包的事情，于是把白月柔捉去问话，或者更应该说村里知道了我新媳妇被调包的事情，于是把白月柔捉去问话，或者更应该说是问罪。没时间耽搁，我转身急匆匆地往祠堂跑去。来到祠堂外时，我就瞧见祠堂的院落里站满了人，此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：“族长严惩，对，必须严惩。”听到严惩2字，我暗道不妙，随即奋力地从人群中穿过，快步走进了宗祠大堂。族长外加几名族中老人，还有自己的叔父都在堂中。我的小媳妇白月柔跪在地上，正红着眼，手足无措，小身子吓得微微发颤，一脸的无助。看到我进来，她眸子一亮，随即变得更红了几分。我给了她一个别怕的眼神，冲着堂内的几位长辈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。族长握着太师椅的扶手，冷哼一声，故意偏过头去不受我的礼。你是读书人，又有秀才功名在身，见官不拜。老朽一个糟老头子，怎敢受你的礼？在这个族长等于村主任的时代，村中的大小事情都要告知族长知晓，而我遭遇骗婚一事却隐瞒不发，这让老爷子觉得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想通其中缘由，我又对着老爷子深施一礼。叔公乃是长辈，又是族长，这里自然受的。这一次族长坦然地受了下来，面色也略微恍惚了几分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又拍着桌子怒喝道：“白家人，这是想做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去写状纸！”伴随着老爷子一声令下，2个粗壮的妇人走进大堂，一把钳住白月柔纤瘦的胳膊。白月柔吓得小身子瑟缩了一
一下，想挣扎又不敢，眼里的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。他觉得自己这回是死定了，好日子明明才过了1天1夜而已，都还没有洞房，没有给夫君生孩子。这时，我突然从后方将白月柔抱住，她小小的身子落入了我的怀中。此事就此作罢吧，我已经决定让他留下来了。所有人瞠目结舌，不明白我到底在想什么。白月柔红着眼眶看着我，心里升起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说完后，我站直身子，看着老族长那双闪烁着惊厉之色的眸子，明白对方已到了暴怒的边缘。我自认不是什么大善人，但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个怯懦懂事的小姑娘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，甚至被这所谓的冥界给生生逼死。为了说服族长，我不得不拿出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叔公，各位叔伯婶子，我久病不愈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。但昨日成亲之后，我已觉得身子大好，看来这冲洗的确有效果。在场的众人，包括族长，都不约而同地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，一个个的面色都缓和了些许。然而族长还是不想轻易放过白家，见我沉默不语，族长又有些生气。白家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况且这是对你的名声不利，传出去，旁人还以为是咱们怕了他白家。族长不必担心，灵儿如此聪慧，将来定能考取功名。光要了门楣，旁人谁敢笑话？叔伯在一旁插嘴道。此言一出，族长的面容松动了许多。确实，只要我考取了功名，谁敢笑话？想到这，族长沉吟片刻后就答应让我留下白月柔，只是读书一事切不可放松。我张张嘴想拒绝，但憋了半天，还是硬着头皮应下。族长拄着拐杖当先离开，祠堂里的人也陆陆续续的散去，而小萝莉依旧规规矩矩的跪在地上。我走上前去，拉着她从地上站起来，伸出手指擦擦她小脸上的泪痕。白月柔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，哇的一下又哭了出来。我伸出胳膊环住她的腰肢，白月柔将小脑袋埋进我的怀里，边哭边抽噎。此时夕阳已经下山，我从包里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，里面赫然是一块块麦黄色的饴糖。我用手拿起一块，来，把头抬起来，张嘴。小姑娘哭得迷迷糊糊的，感受着嘴里甜津津的滋味，她的眼睛骤然睁大，一时间都忘了哭泣。我揉揉，感受着嘴里甜津津的滋味，她的眼睛骤然睁大，一时间都忘了哭泣。我揉揉小姑娘的脑袋，见她一张小脸哭得梨花带雨。我把剩下的麦芽糖又用油纸包住，放进布包里。见状，白月柔有些不解。夫君不吃糖吗？不吃，这糖是专门买给你的。你若是喜欢吃，我下回出门再给你买些回来。闻言，白月柔立刻摇头。不要，饴糖很贵的，夫君以后不要买了。银子是赚出来的，又不是省出来的，没必要在这些上面节省。好了，刚才我跑得匆忙，把大件的包裹都扔在了院门口，咱们赶紧回去，免得让别人捡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洗漱完毕，便回到房里铺开纸张，开始考虑该写什么，或者说该抄什么才好。沉吟片刻后，我拿起毛笔写上《射雕英雄传》这几个字。就在我回想情节时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幅幅画面，那是我前世捧着小说原著阅读的场景，书上的一行行内容清晰无比，这就是穿越符力。有着这种身临其境般的记忆力傍身，我洋洋洒洒动笔，几百个字已经跃然纸上。我继承了前身的一切，前身的书法技艺自然也一并继承了过来。字看起来赏心悦目，但毛笔书写还是效率缓慢。我决定加把劲，争取写到牛家村惨案，然后先把稿子拿到，再去京师的书局去谈谈价格。期间，忙着裁剪衣上的白月柔抽着空来了一趟，手上还端了一碗水。瞧见我正在写东西，声音小小的说道：“夫君，喝点水。”上还端了一碗水。瞧见我正在写东西，声音小小的说道：“夫君，喝点水吧。”我应了一声，伸手接过水碗，喝了一口，才发现这水是甜的。夫君，好喝吗？小姑娘脸蛋红扑扑的，一脸希冀的看着我。好喝。我笑了一下，将糖水一饮而尽。放下完，我瞧见小姑娘正盯着桌上的稿子，而且看得还挺认真。我不由其问道：“你识字吗？”白月柔摇头否认，随后抬起脑袋，一脸肃然道：“但是我觉得夫君写的字很漂亮。”我深以为然，赞许道：“我也这么觉得，你是个有眼光的。”白月柔被我这一夸，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红着脸低下头去摆弄着自己的衣角。我看着她那副模样，心念一动，忽然来了兴致。既然你觉得我的字好看，那我教你写字如何？此话一出，白月柔连连摆手。夫君，不行的，我笨手笨脚的，学不会写字。写字又不是什么难事，你跟着我学，保准能学会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摸过笔。白月柔的声音越说越小，两只手不安地搅在一起，像是在为自己没有念过书这件事感到自卑。我看出了她的心思，语气也放柔了几分。那就更应该学了。你现在是我林墨痕的媳妇儿，以后出门在外，总不能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来，坐这儿。我拍了拍身旁的位置，白月柔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挪着小碎步走了过来。规规旁的位置，白月柔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挪着小碎步走了过来，规规矩矩的在我身边坐下。先握笔。白月柔伸出手，那双略显粗糙的小手有些发抖，笨拙的握住了笔杆。然而她握笔的姿势实在是不忍直视，我忍不住笑了一声。白月柔听到我的笑声，顿时窘到耳根通红，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我就说我学不会嘛。谁说你学不会了？是握笔的姿势不对，我教你。说着，我直接伸手握住了她的右手，拇指和食指在这个位置捏住笔杆，中指在下面托住。我一边说，一边帮她调整手指的位置，让笔杆稳稳地架在她的虎口处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先写你的名字，白月柔。一个白字写完，虽然是我握着她的手完成的，但笔画倒也中规中矩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姓名里的白字。白月柔盯着纸上的
的字，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，小声嘟囔道：“原来我的白字长这个样子。”接下来写月字。我再一次握住他的手，开始写月字。月字的笔画不多，很快便写完了。最后是柔字，这个字笔画较多，结构也复杂。我放慢了速度，3个字齐齐整整地排列在纸上。白月柔。好了，这就是你的名字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白月柔看着纸上属于自己的3个字，好半天没有说话。他从来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是这个样子的。月和柔听起来很美，写这样子的。月和柔听起来很美，写出来好像也很美。好看。他轻声应道：“那你自己试试。”我把笔递给他，白月柔这一次没有再拒绝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接过毛笔，按照方才我教他的握笔方式握好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开始在纸上写第一个白字。只是这一次没有了我的手在后面引导，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，那个白字怎么看怎么像个约字，月字则像是个缺了角的口字。至于柔字，更是写成了一团黑疙瘩。白月柔看着自己写出来的东西，脸上的红晕瞬间变成了窘迫，小嘴一撇，眼眶都微微发红。没事，第一次写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我赶紧安慰他。我们又一笔一画的写了几遍，等写到第5遍的时候，他已经能独立把白字和月字写得有模有样，只有柔字还是差些火候。夫君，柔字好难写，笔画多的字是要多练几遍才行，但你进步已经很快了。听到我的夸赞，小姑娘的嘴角微微翘起，虽然还在努力维持着认真的表情，但藏不住的欢喜已经爬上了她的眉梢眼角。她又低头练了好几遍，直到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歪歪扭扭的白月柔3个字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笔。夫君，你看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。写得好，回头有空了我再教你写别的字。真的吗？白月柔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当然是真的，你夫君我可是堂堂秀才，教你认字写字还不是手到擒来。白月柔笑了起来，她小心翼翼地把写满自己名字的那张纸折好，像是宝贝一样揣进了怀里。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，白月柔把那张纸展开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旁边。这天夜里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时不时地偷偷拿起那张纸看看，接着窗外洒进来的月光描摹着自己名字的轮廓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好像在这一刻之前，她一直活在这个世上，却不曾真正拥有过自己的名字。此后的每一天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，她都会偷偷地拿出纸笔练习写自己的名字。大约过了7、8天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白月柔忽然红着脸走到我面前，把一张纸递了过来。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写着3个字，虽然笔画还是有些生涩，结构也不够匀称，但已经能清楚地看出是这3个字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字迹里透着一股认真和用心，写得不错，进步很大。听到我的夸赞，白月柔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整张小脸都在发光。那天之后，我的日子便渐渐步入了正轨。白日里，我去村子旁边的学堂继续学习，毕竟族长让我好好读书以备科考。我虽然内心并不热衷于八股文章，但面子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。每日从学堂回来后，我便一头扎进房间里奋笔疾书。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早已在我脑海中先后毕现，有时候写得入了神，连白月柔端来的饭菜都顾不上吃。每到这时候，小姑娘就会乖巧地坐在一旁，安安静静的不打扰我，只是时不时的偷偷看我一眼。等我终于停笔的时候，她又会立马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或者粥。如此这般过了半个月，我的稿子已经写了10万余字，内容已经涵盖到了牛家村惨案往后的章节。10万字的稿子摞在一起，厚厚的一沓，光是看着就让人颇有成就感。我对自己的书稿很有信心，哪怕这些文字不是我原创的，但金庸先生的笔力本就是华人武侠小说的巅峰。我将写好的稿子仔细装订成册，用油纸包了3、4层以防受潮，然后挑了个晴朗的日子，决定去一趟京城。一大早，白月柔便起来给我准备好了干粮和水囊，这一次比上回还多塞了2个煮鸡蛋。她一边把东西往我的布包里塞，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着：路上不要走太快，天热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脚。我看着她忙碌的样子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忍不住伸手弹了一下她的脑门。知道了，碎碎念。白月柔被我弹得一愣，下意识地捂住额头，然后嘟起嘴巴瞪了我一眼，但那双眼睛里哪有半分恼意，分明是藏不住的关心和不舍。夫君路上小心，早些回来。我点点头，像上次一样嘱咐她在家乖乖等着。到了京城之后，我径直前往上次逛过的那条书局街。经过一番对比，我选中了一家名为汉墨斋的书局。这家书局门面不算太大，但胜在位置好。我走进书局的时候，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柜台后面算账，此人便是汉墨斋的掌柜。周掌柜见我一身书生打扮，以为又是来买书的穷酸秀才，便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。客官要买什么书？我不是来买书的，是来卖书的。此言一出，周掌柜的眼皮跳了一下，终于正眼看了我一眼。哦，那就拿出来看看吧。我将油纸包打开，把厚厚的一沓书稿放在了柜台上。周掌柜漫不经心地翻开第1页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然而当他看到开篇第1段的时候，那小曲便戛然而止了。他的眉头先是微微一蹙，随即慢慢舒展开来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惊讶和兴趣。他一页一页地往后翻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到后面几乎是在飞速浏览。半晌之后，周掌柜终于抬起头来：这位公子，此书是你所著？正是在下拙作。拙作？公子太过谦虚了。老朽经营书局20余年，各类稿子看过不下千百份，但像公子这般文笔精妙、情节跌宕的，
当真是头一遭。他的话虽然有些恭维的成分，但我看得出来他眼中的惊讶是头一遭。他的话虽然有些恭维的成分，但我看得出来他眼中的惊讶是实打实的。毕竟《射雕英雄传》可是金大侠的巅峰之作，放在这个时代，那就是降维打击。接下来便是谈价格。我在前世虽然不是什么商业奇才，但基本的谈判技巧还是懂一些的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我和周掌柜最终达成了一个让双方都还算满意的合作方案。稿费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是一次性的润笔费，另一部分则是按照销量来分成。如此一来，既保证了我的基本收入，又让我能够在书籍大卖之后获得更多的分红。周掌柜当即便让伙计取来银子，先付了第一笔润笔费。我掂了掂手里的银两，心情颇为舒畅，这可比我预想中的要多。从汉墨斋出来后，我揣着银子在街上逛了一圈，忽然看到一家首饰铺子前面围了不少人。我凑过去一看，铺子里摆着琳琅满目的簪子、耳坠、手镯，样式虽然比不上后世的工艺，但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做工精巧了。我的目光在一排簪子上停留了片刻，最终选中了一只桃花样式的木簪，簪身是上好的檀木所制，雕刻着一朵半开的桃花，花瓣上还嵌了一颗小小的粉色石子，看起来小巧精致，很是别致。最要紧的是这只簪子不算太贵，正好适合白月柔的年纪。买好簪子之后，我又采办了一些日用物品，便搭着牛车往回赶。坐在颠簸的牛车上，我把那只桃花木簪拿出来看了又看。我忽然想起白月柔头上现在什么装饰也没有，看了又看。我忽然想起白月柔头上现在什么装饰也没有，每天只是用一根普通的木棍把头发随意的挽起来。不是她不爱美，而是她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任何首饰。在白家的那些年，她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讲到这里，我把簪子小心翼翼的用布帕包好，重新揣进怀里。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件像样的礼物，我希望她能开心。这一次我回来的比上次稍微早了些，到达村口的时候，夕阳还挂在山头没有落下去。远远的我就看到了家门口那个熟悉的小小身影。白月柔坐在门槛上，怀里抱着一件正在缝制的衣裳，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时不时的抬头朝着村口的方向张望。看到我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，她的眼睛骤然一亮，猛地从门槛上站了起来。她似乎是想跑过来迎我，但跑了2步又突然停住了脚，垂下头去，装作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朝我走来。只是她脸上那藏不住的欢喜，怎么看都和她故作淡定的步伐不太搭调。夫君回来了。她站在我面前，双手不自觉地在身前绞着衣角。回来了。今天在家做了什么？做了些针线活，还给夫君做了爱吃的鸡蛋面。果然，进了屋子之后，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放在桌子正中央，旁边还有一碟腌菜和2个杂粮馒头，面汤清亮，上面握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。虽然算不上什么山珍海味，但对于这个家来说，已经是白月柔能拿出手的最好的饭菜了。我看着桌上的饭菜，又看看一旁正满怀期待的望着我的小姑娘，她的袖子上还沾着面粉，额角也有一小团白色的粉子，显然是为了赶在我回来之前把面做好，忙活了好一阵子。我伸手在她额角的面粉上轻轻蹭了一下，白月柔一愣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发现了那团面粉后，顿时红着脸。好了，先别忙活了，过来坐。今天我有东西给你。给我？夫君又给我买东西了？不是说了不要乱花钱吗？送你的。来，低头。他没有动弹，像是被定住了一样。我也不等他反应，直接将簪子轻轻地插入了他的发髻之中。好了，抬头让我看看。白月柔缓缓抬起头，一双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。她抬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头上的簪子，指尖微微发颤，似乎是在确认这是不是真的。夫君，这是给我的。当然是给你的，不给你给谁？你戴着很好看。听到好看2个字，白月柔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她的反应会这么大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白月柔拼命地摇头，抽抽噎噎道：喜欢，我很喜欢，可是我娘看不到了。这句话一出，我心里猛地一揪，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安慰的话，但又觉得任何话语在这种时刻都显得苍白。最终，我只是伸出手，把她轻轻地揽进了怀里。她的肩膀一颤一颤的，泪水浸湿了我胸前的衣襟，哭声压抑。我一手环着她的腰，一手轻轻地拍着她单薄的后背。你娘看得到的，她在天上看着你呢。白月柔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，但依然没有从我怀里出来，只是把脑袋埋得更深了一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慢地说出一句话：夫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是我媳妇，给你买簪子不是应该的吗？白月柔又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极轻极轻地嗯了一声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就着已经不怎么烫的鸡蛋面吃了晚饭。白月柔的眼睛还是红红的，但脸上已经重新浮现出了笑意。她时不时地伸手去摸一摸头上的簪子。吃完饭后，她坚持要去洗碗，我也拦不住她，只好由着她去了。等她洗完碗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收拾桌上的稿纸。她走到门口停了一下，看着屋里的我，突然小声说了一句：夫君，今天的面好吃吗？好吃。那我明天再给夫君做。好。她弯了弯眼睛，转身走了出去，脚步声轻快了许多。我看着她离去的小小背影，那一根桃花簪就这么安安稳稳地插在她的发间，在月光下泛着柔柔的光泽。此后的日子，我过得愈发充实和忙碌。白天照旧去学堂听夫子讲课，与同窗切磋文章。夫子对我的文章功底很是满意，有一次甚至在课堂上当众夸我的策论写得老辣通透，不像是出自一个年轻书生之手。我闲暇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赶稿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情节一环扣着一环。
一换。我写的越多，就越觉得金大侠当年的构思实在是妙到好定。只可惜我是用毛笔在写，速度终归有限。好在每天晚上回来都能坚持写上2、3千字，积少成多，进度也颇为可观。每隔10天半月，我便带上新写好的书稿去一趟京城，交给汉墨斋的周掌柜。第一次带着后续稿子去的时候，周掌柜正坐在柜台后面喝茶，见我进来，老头子几乎是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一把接过我手里的书稿，迫不及待地翻看。公子，您这书如今在京城可是卖疯了，第一批印的500本，不到3天就售罄了。来催问后续的人从早排到晚，老朽这辈子做书局还是头一遭碰到这种场面。周掌柜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都在放光。我倒是并不意外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在后世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，放在文艺娱乐匮乏的明朝，那还不得炸翻天？我和周掌柜结算了上一期的分成银子，数目比我预想的还要多出不少。看来这书确实是卖爆了。从汉墨斋出来后，我手头便比我预想的还要多出不少。看来这书确实是卖爆了。从汉墨斋出来后，我手头便宽裕了许多。走在京城的大街上，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。这种用自己的才华和双手挣来银子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，比穿越之初茫然无措的状态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我在街上闲逛着，看到一家卖铜器的铺子，想了想便走了进去。铺子里摆着各种各样的铜器，锅碗瓢盆什么都有，但我的目光被角落里的一面铜镜吸引住了。想到白月柔平日里梳头只能对着水盆看个模糊的影子，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买完铜镜，又路过一家绢花铺子，我挑了2朵最好看的，最后又在一家糕点铺子里买了一大包桂花糕。铺子里的伙计说这桂花糕是用今年新采的桂花做的，香气馥郁，入口即化，是京城里最受闺阁小姐们喜爱的点心。我闻了闻，确实香得很。想到白月柔是甜，这包桂花糕她一定会喜欢。等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的时候，白月柔又开始了她那套嫌我乱花钱的说辞。夫君，这些东西都不便宜吧？你又给我买这些做什么？家里的银子可不能这样花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铜镜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然后又拿起绢花笔画着放在鬓边，对着新买的铜镜左看右看，那副嘴上嫌弃，实际上喜欢的不得了的样子，让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不是说不要吗？那我拿去退了。让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你不是说不要吗？那我拿去退了。我伸手佯装要拿走绢花，白月柔一下子就把绢花捂在了胸口，然后才意识到自己露了馅，窘得脸颊绯红，小声嘟囔道：又没说不要，就是觉得夫君太破费了。我刮了一下他的鼻尖，笑道：你夫君现在可是有了镜像的人，这些小东西算不了什么，以后啊还有更多好东西给你买。白月柔低着头，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住的往上翘。那天晚上她抱着铜镜看了好久，头上插着桃花木簪，鬓边别着粉色的绢花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左瞧右瞧，发现我在门口偷看她之后，赶紧手忙脚乱的把镜子藏到了身后，红着脸嚷嚷道：夫君，你怎么不出声，就站在那里？我看你照镜子照得挺开心的，好看。我家媳妇真好看。白月柔的脸更红了，抓起枕头朝我扔了过来。我笑得更欢了，她则气鼓鼓地缩进被窝里，只露出一双恼羞成怒的大眼睛瞪着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多了。白月柔的针线功夫着实了得，在没有缝纫机的年代，她完全凭着一双手给我缝制了好几身新衣裳。每到晚上，我在房里写书稿，她就坐在旁边的小凳上做针线活。我盯着她看了半天，她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，忽然抬起头来，和我的目光撞了个正着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看你做针线呢。那夫君别看了，看到我都扎手了。他慌慌张张地低下头，果然下一秒就嘶了一声，真被针扎到了。我赶紧走过去看他的手指，指尖上冒出一颗小小的血珠，让我看看。我拉起他的手，把那颗血珠轻轻地抹掉，又检查了一下伤口，好在只是破了一点皮，不算严重。但就在我低头查看他手指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整只手都在微微发抖，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。我抬起头，正好撞进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，那双眼睛近在咫尺，里面映着烛光，也映着我，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。我轻咳了一声，松开了他的手。以后做针线注意些，别扎到手。白月柔飞快地缩回手去，低下头嗯了一声，那张脸却红得几乎要滴血。之后好一阵子，他都没有再抬头，只是埋着脑袋飞速地做针线，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，大概是想用忙碌来掩饰自己的窘态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写完稿子，他便把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青色长衫摆到了我面前。夫君，试试这件新衣裳合不合身？我展开一看，做工精细，针脚绵密，试穿之后发现尺寸恰好合身，不长不短，不宽不窄。这是不短不宽不窄，这是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手艺真不错。白月柔笑盈盈地看着我，脸上带着几分得意。趁夫君去学堂的时候做的，我偷偷量过夫君的旧衣裳，所以尺寸应该差不多。这丫头什么时候量的我衣裳，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，还挺有心的。我揉了揉她的脑袋，多谢夫人了。被我叫了一声夫人，白月柔的耳根瞬间通红，嘴里连声否认。我哪里当得了夫人？怎么当不了？
你可是正儿八经的结发之妻。白月柔低下头，两只手又开始搅一搅了，但藏在低垂的睫毛后面的眼睛里分明溢满了欢喜。她给我做衣裳，我也没有闲着。得益于前世各种美食视频的熏陶，虽然厨艺算不上精湛，但对比这个时代单调的烹饪手法，我做出来的菜还是要好吃不少。有一天，白月柔去河边洗衣裳，我趁这个功夫在灶房里捣鼓了起来。白月柔端着木盆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就看到了灶台上摆着的饭菜，以及正在灶台前忙活的我。夫君，你怎么在做饭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当然不行，哪有让夫君做饭的道理？夫君是读书人，这灶房的活应该是我来做的。都快做好了，你就别抢了。来，尝尝你夫君的手艺。白月柔犟了一会儿，见拗不过我，只好带着满脸不情愿的表情坐到了桌前。然而当她夹起一片炒肉放入口中的那一刻，她的表情瞬间就变了，她眼睛猛地睁大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一副被惊艳到的样子。好吃，夫君，这肉好好吃。那当然，你夫君的手艺可不是改的。来，鸡蛋也尝尝。那顿饭，白月柔吃得格外多，几乎把桌上的菜都扫了个精光。吃完之后，她摸着圆滚滚的小肚子，脸上又是满足又是不好意思。夫君做的饭真好吃，但是以后不可以再做了，被别人看到会笑话的。笑话什么？自己家里做饭吃，关别人什么事？以后我有空就做给你吃。只好绵柔着不再争辩，但嘴角那一抹藏不住的笑意又出卖了他。此后每隔几天，只要我有空，便会亲自下厨给他做上一顿好吃的。白月柔每次都会象征性的阻拦几句，然后在饭桌上吃的比谁都欢。有一回，她偷偷对着那面铜镜嘀咕，好像脸圆了一些。我在旁边听到后差点笑岔气。她听到我的笑声，跺着脚追了过来要打我，但追了2步又停了下来，因为她实在是跑不过我，最后只能站在原地气鼓鼓地瞪着我。我主动走过去，伸手捏了捏她变得圆润了些的脸蛋，圆一点才好看，之前瘦成那样才让人心疼呢。白月柔拍掉我的手，嘴里嘟囔着什么，但声音太小我没听清，只是看到她转过身去的时候，耳尖又红了。这样平淡而甜蜜的日子持续了好一阵子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我的备考和写书两不耽误，进展都颇为顺利。学堂里的夫子对我越发器重，甚至专门为我制定了一套针对性的复习方案，把历年相似的题目都拿出来让我练习。我虽然对八股文没什么好感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在这个时代想要出人头地，科举几乎是唯一的正途。为了不辜负族长和叔伯的期望，也为了给白月柔和将来的家庭一个更好的未来，我下定决心要在科举上搏一把。前世的知识储备加上前身扎实的经学功底，让我在面对那些考题的时候，并不觉得太过吃力，尤其是策论部分，这是我的强项。后世的视野和见识，让我能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，写出来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新意。至于书稿方面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内容越往后写越精彩。每次我把新的稿子交给周掌柜，他都要当场翻看大半才肯罢手，一边看一边拍大腿叫好。公子啊，公子，您这脑袋瓜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怎么能写出这么精彩的故事来？老朽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没见过这般引人入胜的文章。随着《射雕英雄传》一卷接着一卷的面世，这本书在京城乃至整个大明的影响力也在飞速扩大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银子多了。我每次去领分成的时候，周掌柜递过来的银袋子都比上一次更沉。我也因此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次去京城交稿领钱之后，都要在城里逛上一圈，给白月柔带些东西回去。有时候是一对耳坠，有时候是一只香囊，有时候是几匹好看的布料，有时候是各种各样的零嘴和点心。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面精巧的小圆扇，上面画着一只展翅的蝴蝶，活灵活现的。她拿着扇子左看右看，爱不释手，晚上睡觉都要放在枕头旁边。还有一次我给她带了一套细牙梳子，比她之前用的那把缺了齿的木梳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她第一次用新梳子梳头的时候，对着铜镜里的自己看了好久好久，然后满脸幸福地说了一句，夫君，我从来不知道梳头可以这么舒服。每次我带东西回去，她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先是嗔怪我乱花钱，然后红着脸把东西接过去，嘴上说着以后不要再买，但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藏不住，那种又嗔又喜又害羞的小模样，每次都让我心里头软得一塌糊涂。有一天我给她买了一块碎花布料，她当天晚上就开始裁剪缝制，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就穿着新做好的衣裳在铜镜前面转来转去。被我撞见之后，她的脸红得像天边的朝霞，赶紧把衣裳换了下来，连说了好几句我就试试合不合身。那副此地无银300两的样子着实可爱。日子就这样在平淡而温馨中一天天过去，转眼便到了乡试开考的时候。乡试3年一科，逢子午卯酉年举行，考试的地点设在省城的贡院。对于读书人而言，乡试是跨越阶层的第一道龙门，一旦考中举人，便意味着正式踏入了士大夫的行列。考前的那天晚上，白月柔把她亲手缝制的那件新衣裳拿了出来，仔仔细细的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任何线头和瑕疵之后，才郑重其事的交到我手里。夫君，明天穿这件去考试，我在衣裳的里衬绣了个平安符，会保佑夫君的。我翻开衣裳内侧一看，果然在贴近胸口的位置绣着一个小小的瓶子，针脚虽然不如外面那么均匀，但看得出来是用了12分的心意。好，那我就穿着你做的衣裳去考试，争取考个好名次回来。白月柔认真的点了点头，又叮嘱了我很多注意事项，从代购干粮到注意保暖，零零碎碎的说了一大堆，活像一个操心的小管家婆。考试当天还没亮，她就已经起来准备好了一切。我穿上那身崭新的青色长衫，收拾好笔墨和考篮，在她的目送下出了家门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她忽然从身后叫住了我。夫
夫君，不管考得怎么样，家里都有热饭等你回来。这个丫头总是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让人心头一暖的话来。那天的考场设在顺天府贡院，考生们鱼贯而入，经过搜身检查后，各自进入号舍。号舍狭窄逼仄，仅能容一人端坐，桌子上摆着笔墨和考卷。我打开考卷一看，题目赫然写着“非礼勿为”这4个字，出自《论语·颜渊篇》。看到这道题，我的嘴角微微上扬。这道题对于其他考生而言，或许是个考验，但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信手拈来。前世读过的各种论述，后世的思想观点，再结合此时此刻明朝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现实，我心中瞬间便有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框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提笔蘸墨，开始奋笔疾书。文章从礼的本源讲起，论述了礼对于个人修身的重要性，又从个人推及到家国天下，指出非礼勿为不仅是个人的道德自觉，更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准则。我在文中旁征博引，既引经据典，又结合时事，笔锋纵横捭阖，一气呵成。八股文的格式虽然繁复刻板，但我凭着脑海中前身的记忆和功底，将文章写得中规中矩又不失锋芒。破题、成题、起讲、注题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竖股，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，毫无纰漏。写完之后，我通读了一遍，又修改了几处用词，确认无误后才搁下了笔。考完出了贡院，我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先去了汉墨斋。周掌柜见到我来了，高兴得直搓手。公子来得正好，上一批书又售罄了，而且不光是京城，连南直隶和江浙一带都有书商来问我拿货。这《射雕英雄传》如今可是火遍了半个大明朝。我把新写好的稿子交给他，顺便领了这一期的分成银两。这一次的银子比上次又多了将近1倍。我掂量着手里沉甸甸的银袋子，心里盘算着这些钱该怎么花。拿了报酬，我便启程回家，安心等待放榜。放榜那天，我决定带着白月柔一起去看，一来是想让她跟着出来走走，二来也算是让她长长见识。白月柔一听说要去京城看榜，既兴奋又紧张，换了好几身衣裳才选定了一套，还特意带上了那只桃花木簪。到了放榜的地方，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各路考生和他们的家眷亲朋都挤在告示墙前面，有人欢天喜地，有人黯然神伤，真可谓是几家欢乐。亲朋都挤在告示墙前面，有人欢天喜地，有人黯然神伤，真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我拉着白月柔挤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能挤到前面去。前面的人群实在太密了，白月柔个子又小，踮起脚尖都看不到榜单的边。人太多了，你看得到吗？来，上来，我抱着你看。白月柔愣了一下，旋即满脸通红。这不好吧？好多人看着呢。看着怎么了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抱你天经地义。赶紧的，别磨蹭。白月柔犹豫了一瞬，终于还是趴到了我的背上。我双手一托，直接把她举了起来，扛在了肩头。站在高处的白月柔努力睁大了眼睛，在长长的榜单上逐个寻找着我的名字。突然间，她的整个身子猛地僵住了。夫君第一，你是第1名。白月柔的声音清脆响亮，引得周围一大片人都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。喊完之后，白月柔才意识到自己失了态，她的脸唰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，然后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，把小脸埋在我的胸口，死活不肯抬起来。周围的人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便有人反应过来，纷纷朝我围了过来。这位便是荆轲解元，年纪轻轻就高中榜首，真是了不起！恭喜恭喜，解元公前途无量啊！好一对璧人，郎才女貌，各种恭贺声此起彼伏。我一一客气的回应着，但感觉一对璧人，郎才女貌，各种恭贺声此起彼伏。我一一客气的回应着，但感觉到怀里的小人儿越缩越紧，几乎要把自己整个塞进我的衣襟里去。见人越围越多，走，咱们先撤。一路小跑，直跑到一条僻静的巷子里才停了下来。我们靠在巷子的墙壁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夫君，你真的考了第1？考了第1。那夫君以后就是举人老爷了。往后还有会试和殿试，考完了就不只是举人了。白月柔重重的点了点头，眼泪终于没忍住掉了下来，但这一次是喜极而泣。走吧，今天带你逛逛京城，你不是一直没来过吗？那天下午我们在京城逛了很久，我带她去看了街边的杂耍，看得她目瞪口呆，然后我又带她去看了一场皮影戏，演的是武松打虎的故事，她看得聚精会神，兴奋地拍了一下巴掌。之后我们在一家布庄里给她挑了好几身新衣裳，白月柔从头到尾都像个好奇的小孩子一样东张西望，只是每当我掏银子买东西的时候，她又会下意识地拉住我的袖子，小声说：夫君少买一些。除了衣裳之外，我还买了些日用品和柴米油盐，都让店家帮忙打包好，约定了送货的时间。等我们大包小包的回到家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白月柔把新买的衣裳一件一件的摊开在床上，摸了又包的回到家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白月柔把新买的衣裳一件一件的摊开在床上，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然后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，很认真地说：夫君，我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。我笑了笑，揉了揉她的脑袋，没有说话，但心里头暖暖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。此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变化也在一点一点的发生。我顺利通过了县试，名字同样是第1。消息传回村子里的时候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族长拄着拐杖亲自到我家里来道贺。好啊好啊，我就知道我们林家会出大财，墨痕这孩子是咱们林家的骄傲。老爷子一边说一边拍着我的肩膀。村子里的乡亲们也纷纷前来道贺，有的送鸡蛋，有的送白面，还有的直接拉着我的手说要摆酒庆祝。二丫也来了，牵着她的老
老牛怯生生地站在人群外面看热闹。看到我走出来，他小跑着凑过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树叶包着的东西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几颗野山枣，红彤彤的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洗得很干净。林哥，这是我在山上摘的，送给你。二丫的声音怯怯的，但眼睛里满是真诚。我笑着接过来，摸了摸她的脑袋，谢谢二丫。二丫咧嘴笑了，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嘴巴，然后牵着牛一溜烟的跑了。叔父也特意赶来，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欣慰和自豪。你爹娘在天有灵，定然也会为你高兴的，好好考。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欣慰和自豪。你爹娘在天有灵，定然也会为你高兴的，好好考。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村里张罗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庆祝宴席，大家伙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。白月柔在宴席上忙前忙后的张罗着，添茶倒水端菜上饭。虽然她年纪最小，个子最矮，但那股利落劲儿倒是让村子里的婶子嫂子们刮目相看。席间不少人私下议论，林家小子命好啊，这小媳妇虽说年纪不大，但操持起家来有模有样的。我听到这些话，看了一眼正在给族长添酒的白月柔，心里涌上一股别样的骄傲。宴席结束后，乡亲们纷纷欢送我去参加殿试。临行那天，白月柔又是一大早便起来为我打点行装、干粮、水囊、换洗的衣物，甚至连路上要用的笔墨纸砚都准备得妥妥帖帖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书稿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已经写到了郭靖镇守襄阳的章节。这一段内容刊印发行之后，在京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。在此之前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已经积累了大量忠实的读者，从最初的牛家村惨案开始，到郭靖的蒙古少年时光，再到与黄蓉的相识相知，每一个章节发行的时候都会引起一阵热议。但真正让这本书达到巅峰的是郭靖镇守襄阳的故事，尤其是那句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仿佛一颗投入平静郭靖镇守襄阳的故事，尤其是那句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仿佛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激起了层层叠叠的浪花。这8个字在这个时代产生的震撼力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要知道，大明朝立国之初，便是驱逐蒙元，恢复中华，对于抵御外敌、守护家国的话题，有着天然的共鸣。而郭靖这个角色，一个资质平庸，却凭着一腔赤诚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，更是击中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这8个字迅速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传颂开来，从文人雅士到贩夫走卒，人人都在谈论这本奇书中那个铁骨铮铮的大侠郭靖。茶馆里，说书先生把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成了评书，每到郭靖力战襄阳的段落，台下听课无不拍案叫绝，甚至连街头巷尾的小孩子们玩耍的时候，都要争着扮演郭靖，谁都不愿意当反派的。京城的几家大书局看到《汉墨斋传》的盆满钵满，也纷纷上门来找我谈合作，但都被我婉拒了。做人要讲信义，周掌柜是第一个赏识我的人，我不能因为别人开的价更高就把他踢开。周掌柜兴冲冲地跑来找我，那张脸上的笑容都快对不下了。公子，您这书彻底卖疯了，不光是京城，现在连江南、两广都有书商来抢货。老朽加印了10次，都还是供不应求。这《射雕英雄传》怕是要名留青史了。我嘴上谦虚着，心里却也忍不住得意。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，连宫里也传出了消息，说当今天子弘治皇帝也在读这本书，而且据说颇为喜爱。这个消息一传开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身价又是水涨船高，汉墨斋门前排队买书的人都快排到隔壁街去了。我趁着这股热度，又开始着手写《神雕侠侣》。射雕的故事结束了，但郭靖和黄蓉的下一代还有更精彩的篇章在等待着读者。而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，我相信在这个年代同样会引发巨大的反响。殿试那天，紫禁城巍峨的宫殿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便和其他贡士一起在午门外候着。清晨的风带着几分凉意，拂过每个人紧绷的面庞。作为从各省选拔上来的新营学子，我和其他贡士们鱼贯而入，穿过层层宫门，来到了金銮殿前。这是我第一次踏入紫禁城，前世只在照片和纪录片里见过的建筑，此刻就真真切切地矗立在我眼前。殿内，弘治皇帝端坐在龙椅上，群臣分列两侧。皇帝的目光从我们这些贡士身上逐一扫过，策论题目很快发了下来，问的是边防之策。这道题目对于其他考生而言，或许需要绞尽脑汁，但对于我这个来自几百年后的穿越者来说，简直是把答案送到了嘴边。我结合后世的军事知识和明朝当前的边防形势，在策论中提出了4条务实的方略。第一是屯田养兵，在边境设立军屯，让戍边的将士一兵一农，既能解决军粮供给的问题，又能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。这个方法在历史上已经被无数次证明过是行之有效的。第二是互市通商，开放与周边部族的边境贸易经济手段化解敌意。当游牧民族能够通过正常贸易获得他们所需的物资时，南下劫掠的动力自然就会减弱。第三是修筑边堡，在关键的战略要点修建坚固的堡垒和哨所，形成层层递进的防御体系，比单纯依靠长城来阻挡敌人要有效得多。第四是训练骑兵，中原王朝历来在骑兵方面处于劣势，要改变这种局面，就必须加大对骑兵的投入和训练，在边境地区设立马场，选拔精锐士兵专门训练骑射战术。据说弘治皇帝看完我的策论之后，沉默了良久，身旁的阁臣见皇帝迟迟不语，正要开口询问，却听到龙椅上传来一句话：“此子之才，可堪大用。”金殿传述那天，我穿着白月柔给我做的那件绣着平安符的青色长衫，站在金銮殿前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便来到了宫门外等候。和我一起等候的还有其他的贡士们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期待的表情。有人在小声地念叨着什么，大概是在祈祷自己能有个好名次。有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面色平静。宫门终于开了，我们鱼贯而入，沿着金水桥走过广场，来到金銮殿前。弘治皇帝已经端坐其上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。唱名的李官清了清嗓子，殿试一甲第1名林墨痕，连官分列两侧。唱名的李官清了清嗓子，殿试一甲第1名林墨痕，连中3元。这4个字在大殿里
回荡的时候，我的心反而出奇的平静。或许是因为有着后世的阅历和见识，对于功名利禄，我并没有其他学子那样的狂热执念。但当我走出宫门，骑上御赐的高头大马，在万众瞩目中游街而过的时候，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然后我看到了他。白月柔站在人群的外围，个子太小，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大半，只露出半张脸和那只桃花木簪。当唱名的声音传到他耳中的那一刻，他的泪水唰地流了下来。他想起了成亲那天战战兢兢地坐在花轿里，心里忐忑不安地想着自己要嫁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想起了被捉去祠堂时候的惊惶无措，想起了我从身后把他抱住的那一刻，我说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个让他留下来的人，那个给他吃鸡汤面的人，那个给他买桃花簪的人，真的考上了状元，不是举人，不是进士，而是状元，连中3元的状元。白月柔的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努力看清楚骑在高马上的那个人，那就是自己的夫君，穿着自己亲手做的衣裳，胸口里面绣着自己缝的平安符。高中状元之后，朝廷按例授官，我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一职，这是状元的立授之官，从6品，负责编修国史，记录皇帝言行。虽然品级不算高，但翰林院历来是储才仰望之所，大明朝的许多阁臣宰辅都是从翰林院走出去的。对我而言，这个起点已经足够了。走马上任之前，我在京城东面的一条胡同里看中了一间大院子。白月柔跟着我站在新宅子的大门前，仰着头看着门楣上崭新的匾额，愣愣的出了好一会儿神。夫君，这是咱们的家。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了。白月柔走进院子里，这里看看，那里摸摸。她先是走进了正房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簇新的桌椅和柜子，指尖划过木纹的触感，让她的嘴角微微上扬。然后她走到东厢房，看了看灶台，灶台是新砌的，灶堂又大又干净，比老家那个烟熏火燎的破灶头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她的眼睛一亮，脱口而出：“这个灶好大，以后做饭方便多了。”我在旁边听了好笑，心想这丫头到了新家第一个关注的居然是灶台，不愧是天生的贤内助。最后来到后院，抬头看着那2棵枝繁叶茂的枣树，忽然蹲了下来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她又在默默地流眼泪。我蹲下身子，伸手把她揽过来，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终于算是过上了好日子。白月柔把新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到屋子里的一桌一椅，都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她虽然年纪小，但操持家务的本事却是与生俱来的，大概是从小在白家就要干各种活计的缘故。这些家务对她来说得心应手。我每天去翰林院当差，她便在家里忙活着一日3餐和洗洗涮涮的杂事。闲下来的时候，她还会在后院里辟出一小块地，种些青菜，说是自己种的菜，吃着放心。而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教她读书识字的承诺。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我们便坐在花厅的灯下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教她认，一笔一画的教她写。从最初教她写名字时候的握笔教学开始算起，到如今已经过了不少时日了。白月柔学得很认真，也很刻苦。最初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慢慢的能认几10个常用字，再到后来可以磕磕巴巴的读完一段简单的文章。有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她就会歪着脑袋来问我。每次我告诉她之后，她都会一本正经的用毛笔在纸上写好几遍，直到记住为止。有一天，她兴高采烈的跑来找我，举着一张纸在我面前晃，纸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但清晰可辨的字：“夫君辛苦了。”5个字，每一个都认认真真，一笔一画的写出来的。虽然以我的标准来看，这字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，但我还是被狠狠的击中。她的认真和用心，全部都凝结在了这5个简单的字里。我把那张纸收好，压在了书房的正纸下面。后来每次写公文写的烦躁的时候，我就会把那张纸拿出来看看，然后所有的烦躁就都烟消云散了。日子如流水一般缓缓流淌。搬进新宅之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渐渐注意到一个变化，白月柔在慢慢的长大。也许是因为吃得好了，营养跟上来的缘故，她的身子开始抽条。曾经瘦瘦小小的像根豆芽菜一样的小姑娘，个子悄悄的往上蹿了不少，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了一些，五官轮廓变得更加清晰分明。那双一直怯怯的带着几分怯懦的大眼睛，如今也多了几分神采和明媚。原本平平的身材也开始有了微妙的起伏和变化，虽然还算不上芬芳，但已经隐隐约约有了少女初长成的韵味。她还是那个会红着脸叫我夫君的小姑娘，只是不再是当初那个瘦弱的让人心疼的小豆丁了。我看着她一点一点的蜕变，心里的感觉也在发生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。最初我对她更多的是怜惜和照顾，就像对一个需要保护的小妹妹，但随着她越长越好看，越来越有女人味，那种纯粹的怜惜里渐渐掺杂进了其他的东西。有时候她弯腰在灶台前忙活的时候，我的目光会不自觉地停留的久一些。有时候她梳洗完毕散着头发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会忽然觉得呼吸有点紧。这些细微的变化我自己心里清楚得很。终于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，一切水到渠成。那天晚上我写完了一张书稿，拨动了一下酸痛的手腕，推开窗户透气，身后传来轻柔的脚步声。白月柔端着一碗汤走了过来。夫君，写了这么久，该休息了，喝碗汤暖暖身子吧。我接过碗喝了一口，放下碗之后，我看着她，月光正透过窗户落在她的脸上。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微微侧过脸来，眼眸里波光粼粼。夫君看什么？看你。白月柔的脸腾的一下红了，低下光粼粼。夫君看什么？看你。白月柔的脸腾的一下红了，低下头去，手指不自觉的又开始搅一搅。这个小动作从成亲那天一直保留到了现在，每次害羞的时候就会出现。我伸手轻轻的抬起了她的下巴，让她抬起头看着我。那天夜里，红烛摇曳，帷帐低垂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白月柔还没有起身，蜷缩在我的臂弯里，小脸红扑扑的，睡得正香。我没有叫醒她，只是看着她安静的睡颜，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踏实。从那
爱以后，我们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夫妻，日子天天都是甜的。白月柔也越来越美，那双眼睛清亮明媚，顾盼之间自有一番动人的风情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白月柔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，先是食欲不好，吃什么都觉得恶心，然后是嗜睡，每天下午都要打很长时间的盹。起初她以为是自己着了凉，硬扛了几天，但症状非但没有减轻，反而越来越明显。我观察了几天之后，心里已经有了7、8分的把握，但为了确认，还是请了一个郎中来把脉。郎中是个白胡子的老头，把完脉之后捋着胡子，笑眯眯地冲我道了一声恭喜，恭喜林大人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虽然心里早就有了预感，但真正得到确认的那一刻，还是忍不住的激动。我要当爹了，我这个穿越过来的现代人要在大明朝当爹了。白月柔的反应比我还要大，她先是呆了半天，然后双手不自觉地附上了自己的小腹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小腹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我有小宝宝了。我们有小宝宝了。说完这句话后，白月柔的眼眶又红了，不过这次她忍住了没有哭出来，只是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，嘴角弯成了一个甜甜的弧度。白月柔怀孕之后，我每天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，什么有营养就做什么，鸡汤、鱼汤、骨头汤轮着来，新鲜的蔬果也从不断供。京城里的食材比乡下丰富得多，各种肉类、鱼虾、豆制品应有尽有。虽然价格不便宜，但现在我手头宽裕，这些花费完全承受得起。我还特意去书店买了几本关于孕期调养的医书，虽然古代的医书有些内容在我看来并不十分靠谱，我还请了一个有经验的老妈子，每隔几天来家里帮忙做些粗活，免得白月柔太过劳累。白月柔起初死活不肯让老妈子来，说自己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，但被我板着脸说了一通之后才勉强答应。不过她还是闲不住，每天都要亲自下厨做饭，说是外人做的饭她不放心，怕味道不合我的口味。这丫头都什么时候了还操心我的口味？白月柔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行动也越来越不方便，但她的性子一如既往的倔强，明明已经大着肚子了，还要坚持做家务。每次我让她歇着，她都嘟着嘴说我又不是使不了力气，君总把我当成词人。我拿她没办法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让她只做些轻省的活计，重活累活我来。这一点从我们相识之初到现在，她始终没有变过。当初那个说我很好养活的小姑娘，如今成了一个说我还做得动的小妇人。怀孕的日子里，白月柔变得比以前更爱哭了，有时候吃着饭忽然就眼眶泛红，问她怎么了，她说想娘了。有时候摸着自己的肚子忽然就掉眼泪，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当好一个娘亲。每到这种时候，我都会把她搂在怀里，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，她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娘亲。春去秋来，黄叶纷飞，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白月柔生产了。产婆和郎中早就被我提前请好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这个小家伙降临人世。产房里的动静持续了将近2个时辰，期间白月柔的叫声时大时小，每一声都揪着我的心。我在产房外面来回踱步，无比着急。终于，一声嘹亮的啼哭声划破了空气，产婆满脸笑意地走了出来：“恭喜大人，母子平安。”是个大胖小子。母子平安这4个字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听的4个字。我几乎是冲进了产房，白月柔靠在床头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全是汗水，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颊上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极了。但她的怀里却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小肉团，表情无比温柔。那种温柔是我从未在她脸上看到过的，和以前的羞涩怯懦完全不同。那是一种母亲独有的，充满了无私和爱意的温柔。那小家伙闭着眼睛，皱巴巴的小脸上还带着初生的红润，小嘴一张一合，好的中气十足。个头虽然不大，但那股子嗓门简直不输他老子。白月柔看到我进来，虚弱的冲我笑了笑，那张苍白的脸上绽放出的笑容，却比我见过的任何花朵都要美丽。夫君，你看咱们的孩子。我走过去，俯下身子，看着怀里的那个小东西，伸出手指轻轻地碰了碰他的小脸，小家伙立刻就不哭了，歪着脑袋朝我手指的方向蹭了蹭，然后又继续睡觉。我的鼻子忽然有些发酸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和白月柔的孩子。在这个远离故土数百年的时空里，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脉和延续。我给孩子起名叫林安，安就是平安的安，不求他将来大富大贵、功名显赫，只求他一生平平安安、顺顺遂遂。这个名字里寄托着一个父亲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心愿。白月柔听了这个名字之后，轻轻地念了好几遍：林安，安安，平平安安，真好听。她低下头，在小家伙的额头上印了一个轻柔的吻。安安，你要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做了母亲之后的白月柔，又多了一种从前没有过的气质。那股怯怯的、小心翼翼的劲儿虽然还在，但多了一层母性的柔光，整个人看起来温润而笃定。她把所有的耐心和爱意都给了这个小小的新生命。每天除了照顾我和打理家务之外，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小安安身上。而我在翰林院的日子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弘治皇帝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，朝堂上的风气也算清正。我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见识，在翰林院中表现优异，很快便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认可，连中3元的名头给了我一个很高的起点。而后续的实际表现也没有让这个名头蒙尘。我做事务实且勤勉，不结党不营私，对上司恭敬有礼，对同僚谦和包容，对下属宽严并济。再加上脑子里那些超越时代几百年的见识和知识，在处理公务和撰写文章的时候，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。朝中几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都对我颇为赏识，时常在私下里称赞我少年老成，才华横溢。弘治皇帝本就是个爱才惜才的明君，连中3元的林墨痕是他钦点的状元，自然也格外关注我的表现。见我确实有真才实学
学，而非徒有虚名，龙心甚悦，很快便给了我更多历练的机会。没过多久，我便被擢升了品级，官途上可谓是扶摇直上。村子里的乡亲们听说我在京城升了官，一个个与有荣焉，走路都比以前昂首挺胸了几分。族长更是逢人便说，那可是咱们林家的子弟，连中3元的状元公，如今在京城做大官呢。与此同时，《神雕侠侣》的连载也在京城掀起了新一轮的阅读狂潮。周掌柜已经笑得合不拢嘴，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一经面世，据说连宫里的某位贵妃都偷偷看哭了，还差人到汉墨斋问后续的稿子什么时候出。周掌柜被问得焦头烂额，3天2头的来催我赶稿，我被他催得头疼不已，只好加班加点的写，连翰林院的公务都差点耽误了。好在最终还是2头都顾上，既没有误了公事，也没有断更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写完公文回到家中，推开院门就闻到了一阵饭菜的香味。我走进正房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白月柔正抱着小安安哄她入睡。见我回来，她抬起头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头上依然插着那只桃花木簪。夫君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我应了一声，走过去看了看已经睡着了的小安安，然后在白月柔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她的脸又红了，嗔了我一眼，让孩子看到了多不好。他睡着了，看不到。白月柔嘟了嘟嘴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去给我盛饭。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看着摇篮里安睡的小安安和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，忽然想起穿越第1天的那个晚上，我躺在冰冷的长板上，胡思乱想着，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穿越到明朝当个穷秀才，实在是窝囊至极。可如今呢，我有了妻子，有了孩子，有了官职，有了宅院，有了银子，有了一切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不过是一碗面、一个荷包和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对我说的那句：夫君，能不能不要把我赶回去？夫君在想什么？在想我们以后的日子。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我也觉得会越来越好。这话说得我心里头一阵酥软，忍不住伸手去捏他的脸。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拍开我的手，嗔怪道：安安在呢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摇篮里的小家伙，那小子正睡得天昏地暗，哪里知道他爹正在撩他娘。我笑了笑，收回了手，继续低头吃饭。窗外月色如水，屋内烛光摇曳，继续酣然入梦。后院的2棵枣树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。穿越这件事情本身充满了未知和风险，但命运待我不薄，它让我遇到了一个好姑娘，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还让我在这个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秀才，到如今的连中3元状元郎，翰林院修撰，这一路走来虽然不算多么坎坷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实实在在。而这所有的一切，都和那个最初红着眼睛怯生生的叫我夫君的小姑娘息息相关。如果当初我真的把她赶了回去，去告了官，去讨回了那10两银子的聘礼钱，那现在的我大概还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那间破旧的老屋里，过着寡淡如水的日子吧。所幸我没有，而白月柔也留了下来，我们彼此都没有辜负这一场看似荒唐实则注定的相遇。饭后，白月柔收拾了碗筷，然后走到摇篮旁边，弯腰看了看熟睡的小安安，帮她掖了掖被角，然后她直起身子走到我面前，踮起脚尖，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印了一个吻。夫君，谢谢你没有把我赶走。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便转身走了，步伐轻盈，身影消失在月色中。我站在原地，嘴角的弧度慢慢的扬了起来。谢什么呢？该说谢谢的人明明是我才对。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，一个儿子和一段我从未敢奢望过的人生。穿越大明这件事，到底是上天对我的惩罚还是馈赠？我已经有了答案。月光下，后院的枣树轻轻摇曳，不远处传来摇篮里小安安细微的呓语声，一切都静谧而美好，像一幅被时光小心翼翼收藏起来的画卷。这一刻，岁月静好，万事可期，我们的幸福人生才刚